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谈恋爱，如胶似漆，甜到掉牙。对于一个看剧视甜如命的人来说，点开杨紫和肖战的新剧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。我的心理预期可以用安心来形容。毕竟这剧从片花到片名都透露着一股浓浓的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无论中间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会逼的既视感。余生，请多指教。剧情看的人也很放松，虽然开头的男女主针尖对上了麦芒，但拥有预知能力的我早就看穿了他们如胶似漆、甜到掉牙的未来。余生，请多指教的故事可以用一句俊男美女谈恋爱来概括。大三学生林之孝的父亲生病，林之孝去往医院陪床照顾，与医生顾魏相遇、相知、相伴。放在逐渐升温的3月春来追也算应景。不过预告和片花剪得多诱人，都是领进门前的事，内容怎么样，播出了才有数。都市爱情剧的题中之意之一，在于情感线是否清晰合理、有说服力，是人都能唠上几句爱情的课，所以爱情剧稍一离的，就容易被抓包，显得假。从余生，请多指教的头几集看，还没有要走 drama 路线的势头，而是计划用写实加淡化巧合来拆解两人的情感轨迹。比较明显的一处体现在第2集。林之孝和顾魏救林父该不该复诊产生分歧的情节里，林之孝的父亲入院治疗，作为医生的顾魏提出了让林父2次检验的建议。在他看来，林父的病并不是单纯的胃溃疡。林之孝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他爹能走能嚷，面色红润，怎么看也不是身体恶化的病秧子。然而随后林之孝也发现了父亲遮遮掩掩、语焉不详的异样，但他没有去找顾魏，而是偷偷拜托朋友打听其他医生咨询。一个前提就是，这时的林之孝从身份和能力上都对顾魏有意见。两个人第一次相遇在酒吧，林之孝被父亲当场抓包，顾魏本人也被当成是在调戏女孩，二人不欢而散。再次相遇，顾魏已经成为林父就医所在医院的医生。林之孝路过科室时，听到了顾魏的同事曲意讥讽他是副院长的预备女婿，就算出了重大医疗事故也可以毫发无伤。一言蔽，顾魏在林之孝心里更打了折扣。开启戏外人的上帝视角，顾魏的能力和人品毋庸置疑，但身为戏中人林之孝却没法这么想。于是前一秒顾魏刚提出了复查的建议，下一秒就遭到了林之孝的质疑。另一面，顾魏的同事也劝他不要和病人家属发生误会。同一件事，双方一体两面的立场纠结就暴露出来了。故事不破局，双方的误会只能继续加深。这个时候转折来了，林之孝暗中打听的消息传到了顾魏的耳朵里。他没有生气或直接找林之孝对峙，而是借着这次机会，以第三人称身份跟林之孝见面。没等对方从尴尬里缓过来，顾魏以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举例，质问林之孝讨厌自己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真的完全不值得相信，还是因为自己是带来父亲可能患癌症这个坏消息的人？其实背后想表达的意思也是2点。1，请相信我作为医生的判断。2，请正视你的顾虑和偏见。说完施施然离开。这一场重要的主场戏，没有最让人害怕的那种你来我往的小学鸡斗嘴，处理还算利落。顾魏讲道理的人设基本立住，林之孝对他情感的第一次变化也是从这里开始。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，回避天选安排的偶遇。表面是巧合，实则是顾魏创造条件。未知你对我有成见，那我就说服你放下成见。与其一下获得好感，不如先从解除误会开始。这样淡化巧合功能的好处就是，承接的情感上升皆有迹可循，有理可依。
不洒狗血，恋爱照谈。回过头来，眼神里的敌意变欣赏，坚冰化若水，当然都是后话，并不是说巧合作为一种推进剧情的手段不可取。众所周知，以往爱情剧凭借层层巧合赚满屏粉红泡泡的情节数不胜数，只是对于余生而言，当下的剧情并不适合承载太多巧合。原著以林之孝的第一视角日记展开，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，前期主线都主要集中在医院等几个有限的固定场景中。当小说变成一部将近30集体量的剧集时，自然要更谨慎考虑到前期情感线节奏对观众的影响。这一点余生处理得很细腻，没着急推着两个人在一起，而是先讲各自的伤疤。一心想当乐手的林之孝，理想和家人要求产生冲突，满以为父母能在春季汇报表演上看到自己的表现，认可自己的选择。然而没等来父母回家后，先是挨了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当了一辈子教导主任的父亲坚持要他考研当老师，把他跟身边的人比了个遍以后，嘴瘾还没过完，一句气急了说出来的社会渣子彻底刺激到林之孝。我堂堂正正念大学，拉大提琴，当乐手，我怎么就成社会渣子了？不被父母理解的人生，热爱被误读为冲动幼稚的人生，相信不少人经历过。身为医生的顾魏则看似已经实现了理想，似乎没什么大困扰。但镜头一转，就交代了顾魏递转科申请，放弃临床的决定。别人眼里那个曾经理想是有生之年战胜胃癌的男人，面对旁人的质问和不解，也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这些话，我们现在就别说了。从后面的剧情可以看出，顾魏备受打击跟过去发生的一场医疗意外有关。之后就算仅只是协助指挥急救，控场安排完一切后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却还是因为心理障碍产生影响，导致没法控制的生理性干呕和站立，一双发抖的手，还有什么资格谈理想？所以转科成了他能想到逃避现实和内疚的唯一通路。暴露人物的伤疤，让两个原本内在矛盾突出、能量未复的角色，在细水长流的接触里被重新唤起自我，成为彼此的良方。这样的操作被放在余生的慢情节里是对路的。剧情以外，也简单聊聊男女主的 CP 感。在 CP 情感的起步阶段，观众更多地还是从主演们的外形判断是否有入股潜力，而这一次杨紫和肖战都完成得不错。女主角林之孝，大学在读音乐系学生，目标是成为大提琴手。对于杨紫来说，这样的甜美型的角色非常适合她。她一双漫画一样的大眼睛，跟浪漫爱情本来就有天然的适配度。对男主角顾魏，肖战的诠释也占足了言情小说对帅气医生的幻想。在互动上，不管是亲密接触还是日常互对的部分，两人也做到了流畅自然。光是共享一副耳机的场景，就能立刻联想起身边不少情侣你侬我侬时候的模样。至于更多的 CP 向剧情，主要还是在预告里，比如顾医生对着林之孝的那段110下心跳告白，就想知道这一段什么时候播。从预告和花絮看，除了循序渐进的爱情线外，亲情线和男女主后续的成长线也会慢慢体现。目前两个人还是在进一步接触的相识期，这个时候的情感关系像萌芽，虽然没长成，但已经有破土的势头，就等主演们用化学反应来给施一把肥了。不聊狗血，好好讲故事的爱情剧，还是可以先喝一口的。毕竟春天来了，就算自己不谈恋爱，看别人谈恋爱也挺快乐的嘛，不是？